我弟家拍照还他妈漏了，就是他们一边在上面抽烟，一边在后面给我冒烟，所以今天我哥俩只能吃素了。知道他为啥削皮削的这么认真吗？因为我弟对维 C 和果皮过敏，我曾经用他的嘴测出不少单位卖着的饮料都忘放果肉了。这个茄子好像是我的脑子，水分太大。嘿嘿，得亏肥肉放的多。他后来扒一扒就给自己扒鸡巴了。他说：“哥不用去皮了，我病好了。”我真他妈有病！这个番茄炒蛋呢，你加点小辣椒。这是我有一次吃盒饭学的。你上一口酸甜，下一口辣蒿，吃完之后你刺刺挠挠。这个大肉粒也是我的一绝。那多少人来我家吃完这个卤子，回家就血稠了。但他倒是很快乐，让我弟找个能过凉的东西。我脑瓜仁他。今天的菜一般呐，茄肉、肉蛋，但是。Q7 就这点玩意儿，我们爷俩中午简单吃一口。这面条涂了这么香，我不行，我晚上得来个粥。我有个同学今天要求婚了，完大伙儿都想凑这个热闹，干脆就定在我们家了，给我整贼激动，我嘚嘚嗖嗖的做了一份惠灵顿牛排。完，我们同学上午把戒指先送来了，还嘱咐我几句，说你给我安排一波肘子烩饭，我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有孙子的快乐。还做了一份新加坡辣螃蟹，你们可以直接去买这个料包，跟珍宝海鲜一个味儿，非常非常推荐。王鑫整个小甜品，做了一个奥利奥蛋糕。好家伙，我弟偷摸给人钻戒打开了，说哥，咱俩把这戒指藏着蛋糕里咋样？我说兄弟，这可是 DR 啊，男士一生凭身份证只能买1枚呀，这要给人整没了，一个媳妇儿一个钻戒，你说他妈咱哥俩能赔起哪样？还做了份意面，拌了一个牛油果沙拉，最后出了一个绝世脆皮大肠。我炸完他们都看懵了，尤其是咱家的大聪明和小心眼儿，当场3高了啊，当场拴那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肘饭、南汤、去多、翻译。烩牛、奥高、新蟹、脆肠、藤牛、油沙。我们同学上桌就要吃饭，我说大哥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来干啥来了？哎，不是。杏儿，喜欢是一时的事儿，但用 DR 对你的承诺是一辈子的事儿。很幸运，这5年有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但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做我一生的唯一吗？我愿意。快，我愿意！来！完，我们同学安排了一下子，结婚那天大伙都负责干啥？有拉摄像的，有拉伴娘的，唯独到我这儿，他让我早点上饭店给肘子把关。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，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，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，你这趟是压标去了呀？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，再后来啊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的。完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，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，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还给他准备了1箱整整9盒自嗨锅，都是趁现在拼多多双11花1块钱抢的。这毛血旺自热火锅贼入味儿，还有梅扣和杀牛饭都嘎嘎好吃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啊，你们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们爷仨得坐4天火车，我都怕这1箱不够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肘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。烤包、胀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呀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买了这么些东西，爬他妈6楼，这爹现在睡得跟死猪似的，连门都敲不开，我去。我要天天跟他生气，我都活不了。我有时候也寻思，别跟他一样，万一我火了呢？我得保持健康啊。但我又一寻思，就他这个活法，我得走他捡的。我比他大1岁，他得比我多活30年。那他妈便宜不还是让他捡了吗？又闻味醒的呀？要不是我也没吃饭，我绝对跟他拿东北大抽酱炒。真的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！俩人在家，我还得他妈咬着手机拍。哎，你把那个土豆泥给我倒了去。
你干啥呢？你不要我整口泥吗？你当然，你嘴里嚼的啥呀？胡肉啊！你这太他妈恶心了！酱蛋、辣五、QT， 用膳吧，爹。吃饭了，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下午2点半，你刚吃完早上饭，我晚上睡不着。你就闲的。是，我也想了，我晚上应该出去跑1个小时，但是我能坚持5分钟吗？姑啊，你儿子都楼了，还不要老二吗？我爸跟我妈在家吵吵了，他俩一个想出去吃，一个想在家吃。然后在僵持阶段，他俩几乎是一起说的，让你儿子回来做呗。你说这人退休了能闲成这样啊？2口打仗6孩娃。我回来一看，羊蝎都换好了，我也没整明白这是什么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这俩人啊，就属于在水塘里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这肘子，我说咱今天烤一次试试呗。我妈说我帮你扎眼吧。还解恨了。我说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一贯劝分不劝和呀。这个酱汤羊蝎子是一个老师傅给的方，他说他们饭店靠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带着方子出来单干来了，第2年就倒闭了。这条鱼眼肚瞪那么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下的粉条给它一起捞了，这个菜就叫德芙妮炖大眼儿。这灶这么站着，啥时候能吃上饭呢？好在家里有一个真米吸出机，设置好时间和温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专业级味道。你想要几分熟就能几分熟，而且还能炒菜，轻盐少油，告别猛火爆炒，让你的饮食更健康。我妈说头2天炖只鸡才25分钟，我说妈，我这蝎子捞了快2小时了，你早他妈寻思啥了？我妈告诉我父债子偿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得烤肘、北水肚、虾炒白肉、酱蝎、肉芽、飞牛、磨茄、闹大眼。我怕他俩吵吵，我吃饭给我姑都找来了，然后又把我弟贡献出来了，这娘俩舍命陪我妈喝呀。后来互相搀扶着回的家，他俩真办事儿啊，啥也别说了，我以后对我姑父好点吧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，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多少钱一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绞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后来说让老嫂们先歇一分吧，正好一起开个箱。我最近录的视频太多了，手机内存都不够用了，就新换了个 OPPO Reno 9 512G 的大内存大容量，以后终于不用在拍新视频之前先清一遍手机内存了。而且这手机用起来特别流畅，16G 的大运存，用4年都不卡顿。然后这肉馅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，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一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嘬吧那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朋友。